这个手机。在日本，耗费500万精心训练出了一位格斗天才少年。他在本土赛事中取得9战9胜且9次KO对手的辉煌战绩后，竟将目光径直投向了中国擂台。原来，日本方面培养这位选手，最初的目的便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格斗巨星，进而打败所有中国选手。赛前，这位日本选手极为嚣张，大放厥词，称中国功夫无人能敌，中国选手更是不堪一击。真不知是谁给了他如此胆量，竟敢口出这般狂言，肆意侮辱中国功夫。在他眼中，无论是坦克邱建良还是死神方便，都不过是无足轻重之人，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。年仅19岁的他，今日终于登上了中国擂台。瞧这小伙子那副模样，极为嚣张，满脸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。日本前任首相甚至称，他为日本格斗界的顶级杀手，还亲自为其送行。然而，此次他来到中国发起踢馆挑战，遇到的是我国同样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吴铁英。吴铁英可是个狠角色，从小就接受传统训练。当同龄人还在校园里读书时，他就已经活跃在职业擂台上征战了。从比赛经验来看，他相较日本选手要丰富许多，并且此次比赛就在他的家门口举办。吴铁英表示，无论如何都要倾尽所有格斗技巧，狠狠地给对方一个教训。好了，咱们也不多说废话了，还望各位兄弟多多点赞支持。现在就让我们直接切入今天的比赛现场。比赛开局后，吴铁英根本不给对手丝毫试探的机会，大步流星的迅速冲向对方阵营。毕竟在吴铁英心中，他最为痛恨的便是日本选手，尤其是像这种主动前来中国发起挑战的。所以在赛前他就立下誓言，无论怎样都要使出自己最拿手的绝技，好给对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对面的肘击，现在对手把它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，就是一条腿夹在下位凶手的2条腿里边。好，抢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这跟摔跤的抢把非常像，是的，处在有利的位置上。好，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实施地面的动作，所以要回到场地中央。这个要回到原来的动作上，对，而且要从2个人。吴铁英将袁鹏熙狠狠按倒在地后，丝毫没有让对方起身的意思，一连串迅猛的重拳和肘击如雨点般落下，显然是要让袁鹏熙为他的嚣张行径付出沉重代价。尽管袁鹏熙在日本擂台声名显赫，地位颇高，但此次在中国擂台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无奈之下，袁鹏熙只能迅速施展一些柔术技巧，试图以此来束缚住吴铁英，从而在这凌厉的攻势下觅得一丝喘息的机会，以求能够稳住阵脚，扭转局势。但是半封闭防守的姿态，有一条腿，吴铁英的一条腿在对手的2条腿控制之内。对，因为这条腿被控制了，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都受到了限制。我们来看，吴铁英可能要用他的肘击，还要用砸肘可能，但是呢，对方锁住他的2个胳膊。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防守，想要破坏上位选手吴铁英的重心。这个日本防守也很不错，其实对的，控制住对手的腿胯。任鹏熙自陷入地面困境后，便浑身颤抖，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另有盘算，只是一味的试图束缚中国选手吴铁义，全然没有丝毫还手反击之意，仿佛在故意拖延比赛进程。而中国选手吴铁英则毫无此类顾虑，只要自己处于优势压制局面，便有诸多手段去扩大比分优势。不过，裁判与评审员都在台下密切注视着赛场上的一举一动，一旦袁鹏熙的表现过于消极，严重影响比赛的观赏性，裁判必然会及时上前制止并给予口头警告。没有拿出来，而且因为这个位置被干扰的，也不太会形成特别好的打击的位置和空间。对，所以从这一段来看呢，对手的实力是很强劲的，地面上没有取得劣势。对，因为双方都没有建树，所以站起来重新进入站立。对，再冲上去，继续。吴铁英打得很主动。对，看看摔怎么。哦，夹颈摔，日本选手启动夹颈摔，并且成功了。双方再站起来。好，吴铁英还一个小绊子。吴铁英深知，若要真正彻底的扣对手，从而彰显中国人的强大力量，仅仅是这般程度的暴揍还远远不够。此刻的袁鹏熙已然完全变成了吴铁英的人肉沙袋，一拳接着一拳，再加上那险些致命的肘击，让袁鹏熙深切的感受到了绝望。于是，吴铁英进一步加大自身的攻击力度，一心想要在比赛铃声敲响之前将对手扣出局。如此一来，日本高层妄图借由这场比赛达成的阴谋便会彻底破灭。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，在下线了。
裁判要干预了，因为再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做动作了，是从一个全封闭的侧身防守回到场地中央继续。对，又是一个主动的砸击，吴铁印的经验也很丰富，对，表现在这个抢时机的机会上。但是呢，他空间留的不够，这个。大家可以看下位的日本选手啊，在用手使劲的箍住吴铁印的头，对，不给他空间，要把他推开进去。就连原鹏熙的日本教练都焦急万分，大喊抓住，抓住！这表明第一回合即将落幕。此时原鹏熙的处境极为凶险，稍有差池就可能被吴铁印那凶猛的重拳砸晕，甚至直接被扣离场。所幸原鹏熙自身的体力储备较为充裕，才得以避免被迅速击倒。此刻若还妄图寻找机会进行反击，恐怕已难以奏效。倒不如踏踏实实的专注防守，尽量减少体力的损耗。非常好，一直没好，这个有点空间了。3次肘击，对，需要取得绝对的优势才能获得比赛胜利了。对，刚才有个横走，这个吴铁印打得很主动。进入比赛的第2回合，吴铁印延续了上一回合的凶猛进攻态势。全然不顾对手的实力究竟怎样，执意要将袁鹏熙放倒后痛击。果不其然，袁鹏熙的挣扎在吴铁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，他依旧无法摆脱被压制在地面的困境，局面岌岌可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吴铁印在这一回合还对自己的战术进行了优化调整。在将日本选手压制住之后，他并没有急于展开攻击，而是沉稳地慢慢控制住对手的身体，防止其逃跑或移动，从而为后续的进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。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，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来降服对手。当然，对手的经验非常丰富，马上要进入了蝴蝶盖这个砸击，刚才几个砸击非常有效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个鼻血流出来了，溅伤了，对，溅伤了。台下的观众们看到袁鹏熙不知不觉竟被吴铁印打飞出了擂台外，顿时纷纷起立，掌声雷动。欢呼声此起彼伏，这场比赛实在是太过精彩。而对于像袁鹏熙这般嚣张的日本选手，观众们内心都觉得就应当给予其狠狠的教训，如此方能让那些妄图来华、耀武扬威的外国选手有所忌惮。最终，由于双方在比赛中拼斗的异常激烈，都全身心的投入其中，甚至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地。这个危险要回来。这个其实是不在选手意料范围之内的，重心失去平衡。对，这个看谁的摔法更好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，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，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，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，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。对，在赛场上，袁鹏熙被吴铁印的重拳接连击中，面部扭曲狰狞，完全丧失了还手之力。吴铁印今日登上擂台，仿佛被注入了无尽的力量，斗志昂扬，每一次攻击都带着强大的气势，并且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攻势愈发猛烈强劲。照此情形发展下去，日本选手袁鹏熙极有可能遭受重创，甚至面临半身不遂的严重后果。然而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袁鹏熙自食恶果，是他赛前的嚣张挑衅才引发了这般局面。可以确信的是，即便换作其他中国选手站在此处，面对如此狂妄的日本选手，也定会毫不留情的给予痛击，全力以赴为国争光。来讲呢，他需要这个肘击很重，找到机会，这个继续，对，能够连续做出小幅度的4次肘击，力量都很大，这个训练的能力非常强，说明他在这个基础上训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。而且这个东方荣誉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砸击都特别喜欢，你看到包括杨建平啊，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，包括这个严希波，对，要听裁判的。找机会就砸，找机会就砸。大家觉得吴铁印在本场比赛里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呀？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呢。欢迎大家踊跃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了。